家好，我是奈生。还记得上一片我和车友去试骑 CB75那次吗？如果还没看过的话，可以点影片上方的传送门过去看。其实我们还有试骑 CL500这台车。刚开始我对这一款车有点抗拒，毕竟坐高就在那边，是有一点门槛的。没想到骑过之后，觉得这台还不错骑耶，所以把这台试乘心得也给出来。请听我娓娓道来。首先是外观，今天看这台车是 CL500，那它的前叉有特别拉长，前轮圈是19寸的尺寸。据说引擎是用 Rebel 500的引擎，经过调教之后，它输出完全不一样。然后可以看出来，它的排气管故意往上翘、往上拉，后轮17寸。这个是选配一个侧包跟一个后箱。那它钥匙在侧面，侧面它的钥匙。那它的油箱跟 Rebel 500也很接近，只是它的整个坐高变比较高一点，然后这个前轮感觉不一样。我们来看仪表，仪表反光比较高，我们等一下再来一次它这个地方可以看出它的仪表。那仪表就没有什么模式选择，最主要就是档位、速度，然后时间、里程、油量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，干净简洁。那这台车还选配了一个这个点烟头，那有点烟头之后，你再接这个 USB 的部分就方便很多了。那这个也是选配把手护弓。那这台车也是有滑动式离合器，然后大灯是这样子，4颗，上面2颗是近光灯，下面2颗是远光灯。那还有后面这个后箱，这后箱是包含后货架的那个底板，也就是箱子的底板，然后后箱是38公升的，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后箱靠垫，这样总共是24280元。这个感觉很像那个所谓大野狼，比较偏轻松的感觉。那感觉起来这台车轴距就比较长一点CL500这台车轴距比较长一点。那因为车轻那有滑动式离合器，它还算是好走。换挡的时候还是很轻松。那坐高比较偏高一点，对我来说，因为它的这个前19寸的这个轮框，它的尺寸是比较大一点的。那它的这个电视行程比较长。感觉它离脚踏很远呢。因为它车身比较高的关系，你在过弯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它的这个行程离这个脚踏还远。所以这车骑起来感觉就是轻很多，也没什么压力。但它是500cc的，所以你转速拉上去之后，其实它动力输出还是不错的。那唯一的不一样是它轴距比较长，轴距应该跟Rebel 500差不多。那轮胎比较大，前轮比较大，然后因为行程也比较长，所以到最后它车身比较长，车身比较高。那除此之外，真的是骑起来很轻松，感觉像是250、300，
你感觉它很轻，它是属于比较轴距型的那种轻。动力输出调校真是不一样。吸油的感觉，你跑起来很像，真的很像那种野狼的感觉。它的低转扭力很够，所以你不用刻意去拉转速，你会觉得很轻松，没有压力。刚才用很低的转速，它一样上去没有抖动。之前骑过 CB350就是这种感觉，你的离合器放早一点、晚一点，车子都顺顺出发，不会有奇怪的抖动啊。那打档也是，你高点档位低一点档位除了引擎转速声不一样之外，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不适感。这台车容错率很高啊，而且471cc 不但低转扭力更饱满，转速延伸到9000转左右才断油，峰值马力高达41匹，就算西滨逆风也不用担心。那它的离合器拉起来感觉是很轻的，所以没什么压力。你跟这个没有入空档休息也还 OK。刚刚忘记讲说这台车还有一个地方比较不一样，是它车把手比较宽一些些，宽一些些，那你在骑起来就比较舒服。所以那个燕硕说这还像野狼，真的很像野狼，很轻松啊，它感觉起来很轻松啊，没什么压力，你感觉它不太像是一台500cc，它只是说轴距比较长的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。那车重其实它也不轻它有到190公斤，所以你在不用压这个坑洞的时候，你感觉还是很舒服。你要行程的够长，车够重，压起来还是 OK 的。那你过弯的感觉也是很舒服，没什么压力。其实轴距比较长，不像短轴距那样过弯那么吸力是有的，这要注意一下。然后这个踏板比较出来。高低起伏的感觉，你会觉得很舒服，蛮适合这种道路在使用的。骑起来感受比较不一样。然后它的这个前叉避震有那个毛虫、橡皮圈、防尘套。这要问一下，它这个把手护弓应该也是原厂配件可以选购。那前面这个小风镜，这个等一下来问一下。感觉这台车是很轻松在骑的车。有些时候我们常会有先入为主的成见，而忽略掉这台车的一些特色和优点。那诚心的邀请各位车友有机会的话去试骑看看 CL500 这台车，你会发现和原本自己所想象的会有很大的不一样。我说再多也没有用，你自己去试骑看看就知道了。欢迎愿意提供车辆试驾的厂商和我联络，这是我 email。今天的试驾和新车介绍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喜欢的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分享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好。